在美国的科技圈有一种说法，如果英特尔倒下了，美国科技的心脏就将停止跳动。但现实却是，它已经连续被市场毒打了好几年，市值蒸发将近1600亿美金，还被踢出了道琼斯指数，同时还错过了 AI 的风口。这样一个落败者，为什么美国政府要砸几百亿美金来救他？为什么华尔街不相信眼泪这句名言在他这里就失效了？为什么人工智能时代最大的赢家英伟达都会投资自己的昔日仇敌呢？我们今天就来拆解英特尔从巅峰到低谷，再重返全球芯片风暴中心的完整故事。不过在理解英特尔今天的困境之前，我们先要了解一下这家公司当年到底有多强。提起英特尔，这一张 Intel Inside 的蓝色贴纸藏着我们这一代人第一次打开电脑时的激动和对互联网世界的憧憬。而正是由这无数人汇聚而来的期待，在2000年互联网泡沫最疯狂的时候，将英特尔的市值一度推高到将近5000亿美元的顶点。那可是2000年的5000亿美金啊，距离当时的美股第一微软只差一点点。上个世纪90年代到2000年是英特尔最辉煌的时期，个人电脑进入千家万户，企业服务器的需求快速增长，英特尔的处理器成为全球计算机的核心。当时微软统治全球的操作系统，而英特尔凭借着自己设计和制造芯片，统治着全球 CPU 处理器。这两家公司联手建立了当时最强的个人电脑商业帝国，那是整个英特尔时代最高峰，也是命运悄悄转折的十字路口。当时的乔布斯带着第一代的 iPhone 构想，亲自跑去敲开了英特尔的大门。可当时不可一世的英特尔根本就瞧不起这种小生意，他们觉得这种手机根本就卖不出去多少，简单的拒绝了乔布斯，而这竟成为了英特尔盛极而衰的转折点。这一决定不仅让他错过了智能手机时代的机遇，而且直接导致了台积电的崛起，成为了他未来最大的敌人。此外，在台式机电脑时代，英特尔总想把显卡赶尽杀绝，甚至在2009年通过接口技术想要封杀当时做显卡的小公司英伟达。没错，就是现在的巨头英伟达。但是当时它很小，只有40多亿的市值。但最终的法院判决以英特尔落败，赔偿给英伟达15亿美元的专利费而结束。而老黄转手就把这笔续命钱全部砸进了当时根本就没有人看好的 GPU 计算里头。20年转瞬即逝，英特尔随后的芯片开发不是失败就是延期，芯片设计与制造这两大护城河又被台积电和 AMD 攻破。更致命的是，当人工智能时代以破竹之势来临之时，资本市场猛然发现未来 AI 的核心根本就不是 CPU， 而是 GPU。芯片的王座瞬间易主，压对了 GPU 的英伟达市值一路狂飙，轻松地突破了1万亿美元的大关。而错失了智能手机又在 AI 时代掉队了的英特尔，市值从2021年开始一路下跌，最终在2024年跌破1000亿美元，短短几年的时间蒸发了将近1600亿美元的财富。曾经代表着美国科技顶尖实力的英特尔，不仅失去了半导体行业的领先地位，甚至在2024年被移出了道琼斯工业指数，取代英特尔位置的正是他当年想要封杀的英伟达，是不是很讽刺呀？英伟达代表了未来，而英特尔代表了过去。但就在所有人认为英特尔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一个更加复杂的故事开始了。因为英特尔做出了一个非常反常的决定，他没有退出制造业，反而投入了更多的资金，想要重新建造一个全球最先进的芯片制造体系，试图重新夺回王座。而这件事到底有多难？简单来说，芯片制造是这个世界上最复杂的工业制造之一啊。一座先进的晶圆厂需要投入几十亿美元，里面不仅需要全球最先进的光刻设备，还需要整个材料的供应链、工艺和经验，以及大量的顶尖工程师。而更要命的是，芯片制造不是砸完钱马上就能赚钱的行业，今天的投资可能过几年以后才能看到结果，而且有可能几年以后才发现他们的技术路线错了，要重新来过。所以很多公司宁愿选择设计芯片行业，比如英伟达、AMD， 因为只要设计成功，一个产品可以快速的变现。而制造业不同，制造业意味着长期的投入，加上巨大的风险，加上漫长的等待，而利润却不如设计公司高啊。这也就是为什么过去几十年全球科技产业处于一种高度分工的状态。美国主要负责创新、设计和研发，而中国担任了大量电子产品的制造、组装和供应链的环节。直到人工智能时代的出现，这一切都变了。
芯片制造能力从一种生意转变成国家战略资产。为什么？因为以前的芯片只是电子产品里的零件，手机、汽车缺芯片只会影响生产，而今天的 AI 芯片决定的是一个国家人工智能发展的速度、超级计算机的能力，以及无人驾驶、机器人，甚至国防军工科技全部都依赖于 AI 芯片。芯片现在的重要性变了。我看到网上有一些人在问，英特尔到底现在还行不行？我想说，在软件互联网时代，谁先抢到用户，谁就是王，那是纯粹被市场驱动的。但是在硬件科技时代，底层基础设施不仅看先发优势，更看国家意志和制造韧性。什么叫做制造韧性呢？就是假设全球最先进的芯片主要依赖于某一个国家的生产，它的成本低、效率高、供应稳定，平时一切都好。但是当遇到了地缘冲突、贸易限制等等，如果没有代替的制造能力，其他的国家就将被迫的限制 AI 发展的进程。这个时候，一个国家如果有自己的芯片制造能力，它就具备了制造韧性了。过去的美国企业喜欢把制造业放在全球成本最低的地方，但是 AI 时代改变了规则。美国突然发现，如果未来最重要的技术都要依赖海外制造，一旦这条链条出现了事情，后果不堪设想。所以2022年，美国推出了《芯片与科学法案》，目标非常明确，必须建立美国本土半导体制造能力。而英特尔便成为了其中最大的受益者，因为英特尔是美国本土唯一一个能够可以向台积电制造芯片的企业。美国政府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支持，并且入股。你们知道，美国政府入股美国企业是极其罕见的，这说明英特尔已经不单单是一个公司了，已经成为了国家的战略。这个时候就会有人出来说，三星和台积电也在美国建厂了呀。我跟你说，美国国防部可不是这么想的，这两个都属于外资，而外资就是干儿子，他们消除不了这种对外资企业的安全焦虑所以英特尔的未来赌的不是它比英伟达或者台积电更好，而是赌的美国政府和美国企业愿不愿意支持它去维持一种自主可控的制造体系。这不仅是投资，还是一场关于产业安全的博弈当然，重新获得了关注，并不代表英特尔已经成功了，已经脱离危险了。半导体行业的竞争是全世界最残酷的竞争之一。2021年以后，英特尔开始推动一个巨大的转型 ，Intel Foundry， 英特尔晶圆代工厂。简单来说，这个转型其实就是代替现在台积电的角色，给全球科技公司制造芯片听起来简单，但实施起来极度的困难。英特尔不仅要证明自己可以制造全世界最先进的芯片，还要快速地获得全球科技巨头的认可。因为过去几十年，苹果、英伟达、AMD 等公司制造最先进的芯片已经习惯了交给台积电。台积电通过长期稳定的交付、高合格率和可靠的产能，建立了一套难以复制的产业优势。所以，英特尔真正的挑战是一整套几十年形成的半导体生态。它不仅要证明自己的制造能力，还需要建立稳定的供应链体系，并让全球的客户愿意把最重要的芯片交给它生产。所以，单单的政府支持不能代表英特尔已经成功了，客户想要用才行。这个时候反转来了，命运的齿轮又转动了。当年那个差点被英特尔干掉的英伟达，不计前嫌的回来帮他了。黄仁勋在今年给英特尔投了一大笔钱，50亿美元。老黄大气，其实不光是大气英伟达也确实需要降低风险，因为台积电只要一出现问题，它的芯片设计完没人做可不行。当然，英伟达也要给美国政府一个面子毕竟能不能往国外卖芯片还是政府说了算。所以英特尔最大的机会不再是与英伟达争锋了，而是成为英伟达的核心制造商。这场豪赌影响的不是他一家企业，而是未来10几年全球芯片供应链的格局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聊英特尔这个故事最大的启发，不是让你去预测某一只股票，而是理解一个重要的规律：市场每天交易的是价格，但真正改变财富分配的是格局。国家的格局、企业的格局、整个生态的格局好，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点赞、订阅、收藏、评论，看清格局才不迷路。我们下期再见。